台防务部门周一晚间发布即时军事动态，通报13架解放军军机，包括8架歼16战机、1架运8反潜机、2架轰6、2架歼16D 电子战机进入所谓台湾西南空域，其中歼16D 新型电子战机为首次出现。另外1架运8反潜机深入所谓南方及东南方空域。去年9月28日在珠海开幕的中国航展上，歼16D 电子战飞机首次公开亮相。而在10天后，央视国防军事频道军事报道节目官方微博发布短视频，介绍这款新型电子战机。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条微博的文字以及视频中，使用了歼16D 咆哮狼电子战机这一军迷中广为流传的昵称。咆哮狼与美军 EA-18G 咆哮者相对应。电子对抗分为电子对抗侦察、电子干扰和电子防御3个方面，是未来信息化战争的重要内容。敌对双方为削弱、破坏对方电子设备的使用效能，保障己方电子设备发挥效能而采取各种电子措施和行动。机载电子对抗系统是现代电子对抗的主要手段。歼16D 是国产歼16战斗机家族中最新研制成功并装备部队的型号，是专门针对防空压制任务而改进的机型，去掉了用于攻击敌方雷达等设备的红外探测和跟踪传感器，加装用于探测、识别、定位和解析射频发射源的高性能无源信号智能传感器系统的新型电子干扰吊舱。但对歼16家族的大型有源相控阵雷达、超先进的航电系统、HUD 屏显等先进系统则全部继承。歼16D 作为一种战术电子战飞机，机动性好，携带的电子战设备可对敌方雷达、无线电通信等电子设备进行软杀伤；若加挂反辐射导弹，还可以对敌方电子设备进行硬杀伤，可以为其他机型的编队提供伴随护航。这次的这个演习啊，它主要是演练这个多机种混合作战。以歼16D来说，它是一个所谓叫做伴随式电战机。那伴随式电战机出现的话，自然的需要跟它其他的战机进行搭配，为它其他的战机进行一个相对的一个护卫，然后呢，以及这种电子压制，甚至于是对这个敌方的这样一个防空网进行打击。代表就是他们原先这个接收了以后，而且已经具有这种所谓的初始作战能力。去年11月，空军传出好消息，证实歼16D已经投入实战化训练。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大校曾在珠海航展上表示，歼16D 飞机投入实战化训练，将进一步提高空军电子进攻能力，支撑空军作战范围拓展和空军战略转型建设。装备这种高机动大航程的专用战术电子战飞机的国家屈指可数，歼16D将进一步增强空军的电子战能力，意义非同一般。歼16D 具备真攻防一体综合作战能力，可有效对抗预警探测、指挥通信、拦截打击等要素构成的先进防空体系，将提高空军电子进攻能力，支撑空军体系作战能力提升。歼16D 在东海和南海具有极高的战术价值，这2大海域也是受到美军舰机抵近侦察最为频密的区域。歼16D 能挂载的装备比歼16多很多。歼16D 的2个翼尖可以挂载武器装备，机身下的多个吊舱装载了各种电子侦察设备、通信干扰设备、雷达干扰设备等。同时，歼16D 还保留了歼16战机系列的空战能力，因此歼16D 同样能挂载空导弹，空战能力不减。在反雷达性能方面，歼16D 使用的是电磁压制的方式，主动不让敌人雷达探测，而歼20是被动避免反射敌方雷达电磁波，令其无法捕捉目标。美国国家利益网站曾刊载一篇美国军事观察家塞巴斯蒂安·罗布林的分析文章，高度评价歼16D。他认为中国咆哮狼综合性能优于美国咆哮者，并指出歼16D是比歼20隐形战机更令对手感到畏惧的战机。歼16D 飞机将以多种形式与隐身的歼20飞机、3代改进型的歼16、歼10C 等先进战机协同作战，夺取海峡上空的制信息权和制空权。特别是其与歼20搭配作战，歼16D负责压制，不让敌人探测；歼20躲开敌人的探测，让敌人无法捕捉目标。2型战机的联手会产生1+1大于2，甚至大于3的效益。
如果今天真正的这个军事任务进行的时候，我个人相信啊，歼16跟歼20歼16D 跟歼20绝对是分开进行的，因为歼20本身逆中，它就是不希望被雷达看到。但是歼16本身呢，特别是歼16电战机，它其实本身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辐射源，也就是说它要进行干扰，但是在战术的效果上会成为加成的效果。因为歼16一般在这边呢对敌方进行压制，相对的歼20就可以借由歼16所吸引的对方的所有的防空的网的这个作为，然后呢反而从别人看不到的地方那个进去攻击，这个是有可能性是很大的事。歼16D现身台海，受到岛内高度关注。有舆论指出，台军对于在复杂电磁环境中作战的能力存在先天不足。退役台湾空军副司令张延廷认为，歼16D这次亮相代表大陆不怕外界，有能力搜集相关电子参数，并展示其强大电子战能力。而大陆一直强调要在复杂电磁环境的作战体系中打仗，毕竟谁掌握制电磁权，谁就握有战场主动权。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解放军歼16D现身台海的前一天，台防务部门发布信息称，解放军派出39架次战机进入台防空识别区西南空域。台湾媒体将此形容为自去年10月解放军创纪录的派出大量飞机进入台湾岛空域以来，单日规模最大的一次空中行动。去年10月1号至4号，台湾军方称总共有近150架解放军飞机进入南部和西南部防空识别区。台当局声称，首次发现解放军歼16D电子战机出现在抵近巡逻队伍中。那么，您觉得这意味着什么呢？自从去年的中国航展歼16D正式亮相，人们一直对它的性能津津乐道。我呢，不妨和大家分享一些视角，看看这种并不擅长隐身的飞机，到底能给我们已经进入隐身时代的战略空军带来什么，特别在反分裂斗争中起什么作用。谁都知道，制电磁权是当今的第一战场，谁拥有敌我所有无线电控制频谱，谁就赢了一半。过去呢，我们的电子战装备有2大一少一低的说法，也就是规模大、差距大、资金少、水平低。但从歼16D开始，可以看出我军以网电取胜的新志向。我在和老飞行员的交流中谈到，从歼16歼击机衍生出来的歼16D的最大好处，那就是好飞、好编队、好突击。怎么理解呢？过去我们的电子战设备很重很大，耗电又特别高，所以基本得靠轰炸机或者运输机来装。连带的，这些飞行动作比较笨拙的飞机呢，又需要歼击机的保护。由于有速度差，空中还得汇合编队，战术灵活性不足，又不能太接近危险战区，这就缺乏给突击机群的伴随掩护。可歼16D的出现，不仅压制功率大、频谱全，而且机动性和正宗的歼击机没有什么差别，这就为隐秘的电磁攻防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我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是解放军报去年6月29号的文章，叫《幻与高飞》，讲的是刚换装歼16的大队实战化训练。里面有这一段描写，那就是当歼16长机一路挺进时，某特种机作为僚机紧随其后，时而提供电磁掩护，时而进行干扰压制，波诡云谲的电磁空间隐藏无限杀机，而长机呢，却借助体系的威力，让整个编队穿越电磁密网，无一战损。那么从合理的角度看，这个能伴随掩护的特种僚机大概率就是歼16D了。而这种零战损呢，更体现出我军体系制胜的底气和胆气，也必将在国土防空到反分裂斗争中占据先机。主持人，好的，谢谢吴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